大家好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个与我共度每个日夜的男人，现在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我眼前，永远地闭上了眼，泪水没有涌出。我的嘴角反而挂着一丝凄凉的微笑。真是世事难料，这个口口声声誓言深爱我的男人，竟然在我们甜蜜的约会后，遭遇了车祸，永远地离开了我。在危险来临的那一刻，他选择了保护那个女孩，自己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当我再次将白布轻轻盖回她静谧的脸庞，身后传来了婆婆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她不停地哭诉着自己命途多舛，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就这样没了。我正想安慰她几句，几名警察带着一个显得有些落魄的男人走了进来。那男人衣衫褴褛，满脸写着懊悔和惶恐。他一步入房间，就直直地跪在了我们面前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没看到他们。婆婆激动地冲上前去，想要撕扯那个男人。我连忙上前拉住了他。你干什么？我要他为我儿子偿命。你打死他，谁来赔钱给你？我这话一出，婆婆立刻安静了下来，眼神闪烁。我知道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赔钱。一提到钱，婆婆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。那好，我们也不多要，30万，直接打到卡里。那男人一听到这个数字，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30万，对于他这样的小司机来说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我看着婆婆那副贪婪的嘴脸，心中一阵厌恶，走过去扶起了那个男人。这件事，我们也有责任。钱你不用赔了，你走吧。什么？婆婆神秘兮兮地将我拉到角落，压低了声音。你疯了？我知道你手头宽裕，可这不能随意就说不赔了。你让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都是钱。说穿了，就是为了那些钞票。长久以来的压抑终于在此刻爆发。我猛地甩开婆婆的拉扯。你知道吗？你儿子和那个女人当时就在车上。那司机是合规行驶，是你儿子违章停车。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资格去找人家索赔？一连串的责问让婆婆愣住了，她的双手不自主地在裤子上摩擦。她原以为能趁机捞一笔，给小儿子攒个首付。她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艰难地开口：那医院的费用总得给报销一下吧。我没好气地瞥了婆婆一眼，走上前去与警察沟通车祸的详细情况。葬礼定在了3天后。婆婆和小叔子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，但都是虚张声势。仔细观察，他们的脸上干爽无泪。我静静地站在一旁，
观看这场闹剧。突然，一个黑影冲了过来，一个穿黑衣的女人声嘶力竭地哭喊着，试图扑向棺材里的陈海。她的哭泣充满了真情实感。我认识她，她就是陈海的情人刘梅。她现在这副架势，不知情者或许会误以为她才是家中正室。阿姨，请您节哀。呜呜，陈海，为何你要离我们而去啊？婆婆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得措手不及，眼神中带着几分茫然，看向了我，似乎在寻求解答。我缓步走向她，神态自若。刘梅，幸会。刘梅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挣扎着站起。我不会让你赶我走。我与陈海之间的爱是无人能及的。我轻笑一声，我并没有打算驱逐你。既然你对他的爱如此深沉，那守夜的事就托付给你了。话音未落，我不顾在场众人的惊愕，转身潇洒离去。与其在此看他们虚伪的泪水，不如回家享受一夜好眠。随后的日子，我偶尔会与婆婆通个电话，但更多的时候是她主动联系我。她总是说，她想大孙子了，但每次谈话间，都流露出希望我回家的渴望。尽管我多次拒绝，但在婆婆的软磨硬泡下，我还是决定驱车回村。车门一开，一个小身影飞奔而来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妈妈！我低头一看，是陈天耀，我小叔子的儿子，今年才5岁。记得前年，小叔子为了外面的女人与妻子离异，可讽刺的是，那女人很快就抛弃了他，投入了别人的怀抱。听说他最近与另一个女人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两人并未正式登记。那女人会时不时地造访他的住所，他自由来去，不受任何束缚。我温柔地揉了揉天耀的头发。小家伙，我并不是你的母亲，你应该称我为伯母。就在这时，小叔匆匆赶来，迅速把天耀抱了过去。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天耀太久没见到他妈妈了，误把你当成了他。我轻轻摇头，表示并不介意，提着东西走进了屋内。与天耀擦肩而过时，我隐约听到他低声自语，可是爸爸确实让我叫他妈妈呀。随着我的归来，婆婆带着一群亲戚急匆匆地迎了出来。她的目光落在我手中精美的礼盒上，面色微沉，凑近我身旁询问：“你就带了这些东西回来吗？”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红包，举在她眼前。婆婆的脸色瞬间由阴转晴，目光紧紧盯着我手中的红包，她的眼神中满是渴望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忍不住伸手来抢。妈，
不知道该给你们买什么好，就准备了些现金，希望你们别嫌弃。不嫌弃，不嫌弃。婆婆和那些亲戚们笑得合不拢嘴，仿佛耳朵都要扯到后脑勺了。我逐一将红包递到他们手中，看着他们暗自揣摩着红包的厚度，急切地想要拆开看看，却又因为我在场而只能强忍住，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，轻轻拍了拍。喂，怎么我们没有啊？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站在人群后头，摊开双手，脸上满是困惑与不满。婆婆急忙上前打圆场：“哎呀，别着急，你们嫂子肯定还有红包没拿出来呢。”我不为所动，站在一旁，逗着天耀，告诉他哥哥上学回不来，下次带他回来玩。亲戚的脸上开始有了怨气，婆婆抹不开面子，直接走过来就要翻我的包。你干嘛？我一把夺过包，脸上带着不耐烦。你怎么回事？红包也不带够了，那还有几个亲戚没拿到呢？我看向那几个说没拿到红包的，20几岁的大小伙子，有手有脚的，不干活，天天在家啃老。我又不是他们爹他们妈，为什么要给他们钱？怎么，表弟们是有孩子了，需要我随礼？还是婆婆，你什么时候把陈海过继给表叔表婶了，需要我交赡养费？话一出口，整个屋子陷入了沉默。婆婆最先反应过来，在我胳膊上狠狠拧了一把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给你叔叔婶婶。表弟磕头赔礼道歉，然后再给人家赔上红包。磕头？他们是嫌命太长了吗？二表婶见我不为所动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现在陈海没了，媳妇也狂了，都不听婆婆话了。大表婶也适时迎合着，可不嘛？以前可温顺了，现在怕不是暴露本性了。”婆婆听到这话，脸上挂不住，又无法反驳，只能把气全撒在我身上，一下一下拧着我的胳膊，嘴里不停咒骂着。我忍无可忍，正想反击，陈浪从一旁走了过来，将我护到了身后。妈，你别欺负嫂子，嫂子够不容易了。我打量着眼前的男人，以前倒是没见他和我这么热络。哎呦！一声惊呼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这咋才1000啊？说话的是三奶奶。她颤抖着手拿着红包，脸上带着嫌弃。其余拿到红包的亲戚也纷纷打开红包，有的脸上是满意，有的是和三奶奶一样的嫌弃神色。婆婆也没想到，她本以为自己的会多一些，结果打开才发现，也是1000。她喘着粗气，一只手摸着自己心脏的位置。我家陈海这是娶了个什么媳妇啊？
我家陈海刚去世，他就这么对我们呢。边说着，婆婆直接倒在了地上，手拍着地，像个泼妇一样。那些奶奶婶婶的都在劝着她，其余人则是声讨着我，说我不懂事。我真的是气笑了，这家人真是贪得无厌。1000块少吗？给多少不是我的权利吗？什么时候需要他们做主了？好，你们想要多少？婆婆和三奶奶他们对视一眼，眼里带着得逞。都是一家人，谈钱什么的太伤感情，就一家1万吧。我点点头。这样吧，我按人头给怎么样？婆婆他们眼里闪着亮光，忙不迭地点头。那你们先把红包给我，我去车上给你们重新装。亲戚们脸上闪过犹豫，根本不想给，毕竟多赚1000是1000。既然你们不想给我，那应该是对1000很满意吧？那我就不回去了。此话一出，红包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我的手中。我轻扬起嘴角，手里提着2个礼盒，向院子外走去。车已经近在眼前，我快速地跑进去，关上车门，发动车子，扬长而去。从后视镜里，我看到婆婆他们冲出来后，脸上带着错愕和愤怒。那几个表弟还想骑车来追我，可2个轮子终究抵不过4个轮子。那天我回到家后，就看到手机被婆婆轰炸了，未接来电99加，微信消息99加。我不用打开就知道，她一定是在骂我。干脆直接把她的微信电话全部拉黑，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呢？那次以后，我总算过了2个月的舒心日子。可我没想到，婆婆他们竟然找上了门。下班回家，打开门的那一刻，我一度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。茶几上满是瓜子皮，我儿子陈木的玩具铺了满地。婆婆还在厨房，颐指气使着我的住家保姆做她爱吃的菜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婆婆不满意地翻了个白眼。我儿子的房子，我还不能来了？我孙子呢？你是不是虐待他，把他送到寄宿学校了？怎么可能呢？木木在我妈那呢。婆婆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招呼着陈浪、陈天耀过来吃饭。3人在饭桌上一顿风卷残云，好似从没吃过饭一样。婆婆边吃还边点评着，说我请这个保姆就是多余，还没有她做的好吃。我浅笑着没有说话，也不知道谁吃了3碗大米饭。吃完饭，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婆婆和陈浪对视了一眼。芝芝啊，我们这次来，是有件事和你说。我正好也有件事和你们说。我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份文件，递了过去。这个房子是陈海的名字，如今他去世了，
我想过户到木木的名下，可妈你也是继承人，你看你要不签一下子？婆婆拿起文件，在手里翻了几下，又递给了陈浪。陈浪仔仔细细地翻看着，突的脸色大变，指着一行字递给婆婆看：“自愿赠与。”婆婆皱着眉头，脸上带着不悦，没说什么，站起身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之后的几日，只要我提这件事，婆婆他们就找别的事遮过去。反正我不着急，想耗就接着耗下去吧。可我渐渐发现，家里的东西开始无缘无故的消失。比如我的化妆品，今天刚打开了一瓶，没过几日，就只剩了瓶底。还有我的包包，明明前几日还备过，再找就没有了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东西怎么就没了呢？婆婆翘着二郎腿，在沙发上摆弄着遥控，斜眼我一下。家里有个外人，东西不丢才怪呢。保姆小翠生气地从厨房冲了出来：“大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们公司都有培训约，不能拿雇主东西。”婆婆站起身，拍了拍衣服，留下一句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，就回了屋。气得小翠眼泪不停地流。我安慰着她，给她发了3个月的薪水，让她回家歇歇。我是相信小翠的，毕竟监控说不了谎。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，婆婆只是成天要进我屋子偷东西。只是我很想知道，她把小翠赶走是为了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更方便偷东西吗？我还是低估了这家人的无耻。陈天耀经常会要我带他一起去小区的公园玩，他一手牵着我，一手牵着陈浪，仿佛我们就是一家人一样。他甚至还会在小区邻居面前叫我妈妈。我曾私下里问过陈天耀，可他只是哭，什么也不说。或许是我太敏感了，孩子可能就是太想他的妈妈罢了。这个家已经彻底成了婆婆他们的地盘。陈浪经常会不穿上衣的在客厅里乱晃，我好意提醒他，让他穿上衣服，结果就是引来了婆婆的骂声。我只好刻意的避开，可他却变本加厉起来。我想搬出去住，可又怕他们会对我的房子做什么，只能一忍再忍。很快，我的生日到了，劳累了一天回到家，家里一片漆黑，地上有微弱的烛光，还有玫瑰花瓣。我轻皱起眉头，沿着蜡烛慢慢向前走着。餐桌旁一个男人西装革履，梳着大背头，正背对着我。陈浪，我试探着喊着。男人转过身，穿着不合身的西服，肚子被腰带勒得老大。陈浪手里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款款向我走来。嫂子，生日快乐！刺鼻的香水味混着花香，
让人忍不住犯恶心。我硬扯出一个笑容。谢谢啊。陈浪见我没有接他的话，也不生气，拽着我走到了餐桌前。桌上摆放着精致的食物，却没有一道是我爱吃的。今天你生日，我给你做了些你爱吃的。不好拒绝他的好意。我用筷子夹起一口鱼肉塞进嘴里。这味道，这不是小区门口的餐馆的味道吗？此时，陈浪还在滔滔不绝地和我讲述，他做着一桌子菜有多么不容易。我放下筷子。陈浪，你不用讨好我，这房子我不会让的。陈浪明显一愣，反应过来后，他站起身走到我的身边。芝芝，这件事本就是我妈不对。说着，他的手就慢慢挪动了过来，附在了我的手上。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吗？我突地挣开他的手，站起身后退了2步。陈浪，我是你嫂子。陈浪自以为帅气地抹了下头发，甩了下脑袋。别装矜持了，我每次光膀子，你都盯着看，不是爱上我的身材了吗？油腻感让我的胃有了恶心的感觉。就你那像怀了5个月的肚子，我爱上你。我看你，那时我在想，怎么会有人这个身材，还好意思露出来的？懒得搭理他。我起身就要往卧室里走，陈浪慢悠悠地晃了过来，跟在我的后头，抢先一步进了卧室。他深吸了一口气。嫂子，你这屋子好香啊。说完，不顾我的反应，就开始脱外套。我捂着眼睛。你干什么？快出去！哎呀，嫂子，别害羞嘛。我意识到不好，转过身就要跑，可一阵眩晕感突然袭来。不好！我努力想要控制住身体的平衡，可身体根本不听我的使唤。我这才意识到不对，是门口的蜡烛，还是香水，还是那束花，或者是那条鱼。不论是什么，一切都晚了。陈浪走过来，2只手死死地搂住我。真香！恶心感袭来。难道今天真的要栽在这个人渣手里了吗？滴滴滴，门口传来输密码的声音。这咋不开灯啊？满地的蜡烛，是停电了吗？小翠的声音仿佛天神下凡。我大声地喊叫着，吸引着她的注意。小翠快步走来，转着门把手，却打不开门。芝芝姐，你等我，我这就去找钥匙。陈浪意识到不对，2只手死死捂住我的嘴。我感受到了空气一点点从肺里消逝，视线开始慢慢模糊。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之时，门砰的一声打开，小翠拿着把菜刀，凶神恶煞地盯着陈浪。你放开芝芝姐，我已经报警了。陈浪慢慢松开捂住我的手。
猛地冲小翠冲了过去，试图夺过她手里的刀。幸好小翠反应快，手握着刀在空中挥舞，陈浪进不了她的身，反倒还被刀划伤了。最后只能不甘心地回过头，看了一眼我，朝着小翠了一口，离开了。在小翠的陪伴下，我当晚就带了所有吃过的东西去了医院，拿到检测报告和监控视频。我直接去了警察局，证据充分，陈浪罪名成立。警察赶到我家逮捕陈浪时，他还在睡大觉，朦朦胧胧中就被戴上了铁手镯。上了警车，看着陈浪被带走，我松了口气，好好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，一觉到天亮。毕竟明天还有一场仗要打，大家快来看看呐！谁家媳妇不检点啊？丈夫才去世几日，就和小叔子在一起了。婆婆的大嗓门吵醒了我。我刚睁开眼，卧室的门就被暴力打开，一大群人涌进了我的卧室。为首的婆婆此时背对着我，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我的罪行，说我如何如何。婆婆脸上的难过丝毫掩盖不住她眼里的笑意。或许是太相信自己的儿子，她竟没有注意到大家脸上神色的不对。我说：“陈大姐，你要不要看清楚再说呀？”看清？看清时，婆婆回过头，看着站在她身后孤零零的我，脸上满是不可思议。怎么可能呢？婆婆不死心的又翻了翻被子，确认只有我自己后，眼睛转了转。一定是我儿子去洗澡了。我们去浴室。陈大姐，我怎么感觉你很想要抓到你儿媳妇的错呀？小区的李阿姨提出了自己的质疑，瞬间引来了几个阿姨的附和。我悄悄记下了这几个阿姨的脸，这以后一定得上门感谢。呜！突然的哭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，我满眼通红，大颗的泪水顺着眼角流下。妈，我知道您因为我之前才给你5万块钱不满意，可你也不能这么造谣我呀。我一直只把陈浪当成弟弟的，怎么会做出那种事啊？说完，我径直倒在了地上，丝毫不顾及形象地拍打着地板，嘴里不停咒骂着陈海，说着他去世后，我们孤儿寡母过得如何艰难。现在就连自己的婆婆都带人来造谣，自己真是没法活了。一番话下来，所有的风向都倒向了我。阿姨奶奶们心疼地扶起我，安抚着我的情绪。婆婆想要上前辩解，可根本挤不进来。直到我把这些阿姨奶奶们送走，她都一句话没说上。我关上门，看到婆婆气呼呼地冲了过来，上来就要扯我的头发。我一个闪身躲了过去。老太太没想到我会躲，跟呛了2步，倒在了地上。你个贱蹄子，
陈浪呢？你把他整哪去了？我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，抬起头看了眼表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电话铃声响起，婆婆接起电话，嘴唇不停地颤抖，手机咚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是你？你报的警是不是？你去警察局，说你自愿的。快去！婆婆利落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拽着我就要出门。我使劲挣脱了她的手。开什么玩笑？你知不知道报假警要坐牢的？我不管。你去坐牢啊！把我儿子放出来！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婆婆，这可还真是一个好妈妈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她自己为了她的好儿子努力吧。打电话叫了几个人，把婆婆连带着他们的行李一起打包送回了乡下，又换了门锁密码，把小翠叫了回来，想着终于可以过上安生日子了。可偏偏婆婆不想。这天，我还在开会，小翠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我匆匆忙忙赶回来，就看见屋里挤满了人。婆婆拉着刘梅坐在沙发上，其余亲戚就在屋里四处乱走。小翠正死死地守着我的屋子，不让亲戚进去。这是干嘛？见我回来，二表婶拉着我就走到了婆婆跟前。婆婆白了我一眼，又亲昵地拉着刘梅的手。还是你乖巧，不像某个人，还能找人把自己的婆婆扔出去，真是不孝。我努力扯出一丝笑意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能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妈就是想你了。二表婶亲昵地拉着我的手，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身上的衣服，手不停地摸着我的手链。眼见着我家里的东西都快被人拿空了，我终于忍不住脾气，站起身，看着兜里塞得鼓鼓的亲戚，都给我放下，不然报警，说你们盗窃。亲戚们吓了一跳，但瞬间又觉得我不敢，无视着我的话，拿起碗就往兜里塞。我深吸两口气，拿起手机，喂，是110吗？二表婶见我来真的，慌忙把我手里的手机夺了过去，挂断电话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大家和你开玩笑的。说完，冲大家摆了摆手。亲戚们瞬间从我家里离开，连带着我家的东西一起带走，就连桌上的果盘都没幸免。我看着空空如也的家里，心里的怒气达到顶峰。这家人都是贼吗？你们怎么还不走？走。往哪走？婆婆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摸着刘梅的肚子。这里怀的是我的大孙子，陈海的还他的继承人。现在这有2个继承人了，该走的是你吧？我真是气笑了。这房子是我拿钱买的，陈海就是挂了个名字而已。别说没有陈海的份了，还有你们的份吗？
我当初真是猪油蒙了心，居然听了陈海的话，把房子写在他的名下，不然也不会现在被婆婆恶心。婆婆却撒泼了起来，那也是有我儿子的名字。你要是把我们赶出去，我每天都跑来闹事，让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。他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就想着为刘梅谋取利益了。我冷漠地看着她，或许婆婆也知道这招对我没用，于是央求：芝芝，她肚子里的可是大海的孩子，你当老婆的，你真的狠得下心吗？就当作是为了大海，让我在这照顾她到生完孩子吧。我笑了，我有什么狠不下心的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是看了一眼刘梅的肚子，我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。陈海去世快半年了，就算是他去世那天怀上的，也有6个月了。刘梅这肚子，顶多4个月。我笑了一下。刘梅，你平时得多吃点啊。你看看你这肚子，6个月像4个月的，别是孩子营养不良了。刘梅眼里的慌张一闪而过，下意识地摸着肚子。不要你管。听到我的话，婆婆也看了眼刘梅的肚子，可她丝毫没有怀疑。刘梅，你吃太少了，可别让我乖孙营养不良啊！多吃点，多补点，知道了吗？我嘲讽地接话道：是得多补补，不然人家该以为这孩子不是陈海的了。李芝芝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肚子里的就是陈海的亲骨肉，你嘴巴跟我放干净一点。怪不得陈海说你就是个黄脸婆。刘梅当下就急了，扶着肚子，大喘气，嘴里满是污言秽语。我揉了揉耳朵，真吵！从我家滚出去！我可不管你肚子里是谁的孩子，想要争夺我的房子，那就去打官司吧。去！我不缺钱，但陈家肯定没钱打官司。更何况，这场官司打下来，未必能拿到我的房子。一听见要打官司，婆婆带着刘梅悻悻离开。把刘梅和婆婆赶出去了之后，日子也过得清闲了不少。只不过，我还是让侦探去调查了一下刘梅的事情。果不其然，真让我查出了问题。私家侦探发来的照片里，刘梅去监狱门口接了一个男人，两人仿佛热恋的情侣。之后的每一次产检，那男人都陪在刘梅的身边。私家侦探把那男人的资料也发给了我。男人叫孙大壮，是刘梅的老公，无业游民。2个月前因为打架斗殴进了监狱。看来刘梅突然找上婆婆，大概率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为了钱。为了钱就很好办了。我约了刘梅到咖啡馆，给她点了一杯果汁。刘梅警惕地捂着肚子，看着眼前的果汁。你不会是想要害我吧？想把孩子弄掉？
这样就没人分家产了是吗？你也是母亲，怎么能这么歹毒啊？这刘梅不会是有什么被害妄想症吧？我把手里的照片递到了她的面前，刘梅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她死死地盯着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抿了一口咖啡，慢悠悠地开口。不想干什么。5万。离开这座城市，再也不回来。不可能。刘梅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。我肚子里的可是陈家的种，你别想拿钱收买我。10万。不可能。20万。刘梅咽了咽口水，瞪了我一眼，假装生气地转过头去。我笑了笑。50万。你拿着钱和你老公离开这座城市，再也不许回来。你调查我。刘梅突然反应过来，站起身就要离开。我也不拦着，只是慢悠悠地开口。孙大壮。果然，刘梅停下了脚步。他过几天应该就出狱了吧？你说，他要是知道你怀着孕，还给别的男人的孩子当妈，他会怎么想呢？刘梅猛地转过身，恶狠狠地看着我。李芝芝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我轻笑了一下。还有更过分的呢。你猜？如果陈家人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陈海的，会怎么样呢？刘梅颓废地坐在椅子上。她知道自己已经被我拿捏住了。给我时间考虑考虑。我点了点头，丝毫不担心他会跑。毕竟孙大壮马上出狱了，他需要钱，而且需要一大笔钱。更何况，他以为我手上有他出轨的证据，根本不敢轻举妄动。只不过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炸弹，为的就是让他以为自己被我拿捏住了，从而答应我的条件。50万对我来说不算多，只要能解决掉这个麻烦，100万我都愿意给。更何况，就他那个脑子，未必能想到我会炸他。回到家后，我联系了律师，又联系了刘梅。在他出狱那天，我约在了咖啡店。刘梅看着眼前的支票，又看了看我。我要现金。我轻笑了一声。可以。让律师拟了一份协议，又让刘梅按了手印。我当着她的面，把50万现金给了她，并且全程录像，为的就是之后他要是再敢找麻烦，我就有证据了。刘梅拿着钱离开后，我把视频发了一份给婆婆。她果然没再找我麻烦。解决完这件事后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。或许是上天都在帮我，我居然谈下了一个大项目。老板一高兴，给我放了半个月的假。刚好小翠的老家有些事，我就让她也回去休息半个月了。只不过我没想到，我居然会在回家的路上遇见陈浪。
此时他正搂着一个女人，那肚子看着得有5、6个月了。他看见我，丝毫不慌张，甚至还冲我打了个招呼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无视他就要离开，可陈浪却松开女人，走到我的面前。怎么？看见我过得好，你不开心了？我冷哼了一声。你过得好坏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说完，我就要离开，可陈浪却不依不饶。他拽住我的胳膊。李芝芝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。你不就是想要和我上床吗？我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挣开他的手。我对你可没兴趣，别自作多情了。陈浪却大笑了起来。你别装了，你每次都想吃我豆腐。我简直要被这个男人气死了。到底是谁给他的自信啊？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就要离开。陈浪却又一次拦住了我。李芝芝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过得可好了。这个女人，她家可有钱了。她呀，非我不嫁呢。看着陈浪得意洋洋的嘴脸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我深吸了2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心情。陈浪，你现在已经构成骚扰了，请你让开。陈浪丝毫不在乎我的话。李芝芝，你等着看吧，我早晚会把你赶出那个房子，让你流落街头。看着他大摇大摆地离开，我心里居然有一丝慌乱。陈浪的狠毒我是知道的，他既然能说出来，就证明他有这个心思。回到家后，我联系了之前的侦探，让他帮我盯着点陈浪。我不在乎钱，我只想要安心。解决了陈浪的事情，我回到家倒头就睡。一觉醒来，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。我简单的做了个早餐，刚吃了一口，就接到了老板的电话。芝芝啊，项目那边出了点问题，你看能不能提前结束休假呀？我皱着眉。什么问题呀？老板叹了口气。之前的项目书有点问题，对方不愿意了。你看能不能重新做一份呢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应了下来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联系了侦探，让他把我这段时间的费用结算一下，然后就不需要再盯着陈浪了。毕竟我也要生活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居然会在公司看见陈浪。他此时正坐在老板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得意地冲我笑。我皱着眉，走到他的面前。你怎么会在这？陈浪得意地笑。李芝芝，你求我呀，你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看着陈浪小人得志的样子，我只觉得恶心。我转过身看着老板。老板，什么意思？老板尴尬地咳嗽了2声。芝芝啊，这是新合伙人陈浪。我皱着眉，看着眼前的陈浪。
只觉得事情不简单。老板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。芝芝啊，陈浪拿了500万来投资，我觉得可行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打断了他的话。就把我卖了是吗？老板慌张地摆了摆手。不是，你依然是项目负责人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以后我的方案都要经过陈浪的同意，是吗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眼前的老板，跟了他5、6年，他居然这么对我。此时陈浪走了进来。李芝芝，只要你求我，我就让你做项目负责人，怎么样？我看着陈浪的脸，只觉得恶心。我丝毫不怀疑，如果我现在求他，他一定会提出更过分的要求。我冷哼一声，不必了，我辞职。老板慌张地想要拦住我，可却被陈浪拦了下来。李小姐想要走，就让她走好了，反正离了她，这项目也不是不能做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拿着我的东西离开，丝毫不留恋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更何况，我本来也打算自己开个工作室，只不过之前一直在犹豫。现在好了，不用犹豫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打电话联系人，又租了个办公地点。忙碌1个星期，我的工作室终于步入正轨。期间，陈浪也来找过我麻烦，只不过都被我化解了。他也不敢太过分，毕竟现在还在和老板合作，而我手里有之前项目的全部资料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而我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。只不过我没想到，我居然会在工作室看见小翠。她此时正站在我的工作室门口，见我回来，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。芝芝姐，我来投奔你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让她进来。小翠家里的情况我是知道的，她男人好吃懒做，还有家暴倾向。之前我就劝过她离婚，可她一直没离。这次大概是真的过不下去了吧。我让她做了我的助理，一起负责项目的推进。短短半年，我的工作室就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。之前公司的老板也来找过我几次，想要继续合作，可都被我拒绝了。之前的公司已经被陈浪搅得乌烟瘴气，老板也后悔不已。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。就在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下去之时，陈浪居然找上门来，跪在我的面前，求我和他复合。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，我只觉得恶心。当初他联合婆婆一起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有今天呢？我冷哼了一声，让保安把他赶了出去，并且放下话，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陈浪也来找过我几次，
只不过都被我打发走了。后来听说他之前的那个富婆女朋友把孩子生了下来，做了亲子鉴定后，发现孩子不是他的。富婆一家把他告上了法庭，他现在背负着巨额的欠款，只不过这与我无关，都是他罪有应得罢了。后来我也听说，婆婆和刘梅一起被陈海的大哥接去了国外生活，只不过陈浪，他是死是活，没人关心。而我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。短短3年的时间，我的工作室就做成了上市公司。我也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，他丝毫不介意我的过去，我也与他坦诚相待。1年后，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我也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在生产的那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生孩子居然那么痛。我也更加感激我的母亲，同时，我也更加厌恶陈浪和婆婆一家人。如果当初不是他们那么对我，或许我也不会遇到现在这么好的老公，我也会和他们继续纠缠下去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上天是公平的，他给你关上了一扇门，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只不过这扇窗需要你自己去推开。看着怀里的女儿，我只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。至于陈浪，他是死是活，与我再无关系。我也衷心的希望他这辈子都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毕竟我可不是什么圣母，不会原谅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。我也希望所有的女生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所遇皆良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